他的神血意志在这股无形的压迫下剧烈波动，仿佛即将崩溃。你是不可能！就在这时，萧炎挥手之间，火焰印记开始加快地闪烁着红色光芒，当即神圣之拳破空而出，带着无法抗拒的神之威势，将那象征着轮回与命运的轮回印轰碎。而那巨大的轮回印上出现了1道、2道裂纹，直至出现了数百道、千百道裂纹后，宛如镜子破裂，瞬间化为无数星光而破碎开来，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河，令人目眩神迷。而那道神圣之拳在击溃了轮回印之后，再次穿透了虚空，他的目标正是站在那里一脸震惊之色的明月。神圣之拳的红色火焰气势如虹，化为天上落下的红色火雨，只是这些火雨乃是那股红色火焰的气息所化，只要被这红色火雨滴中，那么其自身的神之力量就会被快速的焚烧分解。而这些红色火雨宛如倾盆大雨落下，滴落在了明月的身上，而那些红色火雨竟是在接触明月身体的瞬间融入了他的体内。而现在的明月体内的神血仿佛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尽数的收缩，明月的神血气息开始逐渐的变弱，他现在无力闪避，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道拥有毁灭一切的神圣之拳降临自己的身上。在这一刹那，时间凝固，明月体内的神血意志涌现出无尽的怒意，可是在没有觉醒全部神血的力量前，他选择了退避。在这场击惊天动地的对决中，神冥界众高层神灵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战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最终明月在觉醒了神血5成力量的他，曾令神冥界发生一场灾难的存在，如今在萧炎的神圣之拳的打击下，神色惊恐，面对着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那红色的神圣之拳如同裁决之光，刹那间贯穿了他的身体，神圣火焰如狂野的兽潮，在明月体内肆意冲击，每一缕火焰都似乎在嘲讽着他的无力。神血现在可不是你出来的时候，给我回去封印住！萧炎的声音如同雷霆贯耳，然而那眉心处的火焰印记随着他话语的落下而凯丝变得暗淡。萧炎似是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他的双手紧握成拳，仿佛要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这一刻。时间紧迫，他必须赶在火焰印记彻底消散前，将神血重新打入明月的封印之中。四周的空气因这股神圣的力量而变得扭曲，所有神灵的目光都聚焦在萧炎的身上，他们的心脏随之跳动，紧张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明月的身影在红色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扭曲而痛苦，他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仿佛随时都会化为虚无。不知何时，在萧炎的手中突然出现一团神血，如同一颗跳动的心脏，承载着无尽的神力。他高举手臂，用力将那团神血投射向明月，试图在最后的时刻完成封印。那团神血在空中划过一道奇异的轨迹，伴随着萧炎的意志，精准地落入了明月的身体，与明月体内的神圣火焰相碰撞。两者的力量在明月的体内激荡开来，像是两股汹涌的潮流在暗流涌动中相互碰撞。明月的身体在神血和红色火焰的冲击下剧烈颤动，仿佛随时都会分崩离析。萧炎紧闭双眼，双手合十，希望自己的力量能够压制住明月体内的神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那是神圣火焰与神血相争的证据。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充满了压抑的紧张气氛。呜！突然间，整个丰都城的无数幽魂竟是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仿佛他们也在此刻为萧炎呐喊为他加油。没想到无数万魂都为那位青年加油，这感染力还真是不得不强啊！数位风鬼仙神也终于改观了对萧炎的看法，他们再也不会认为萧炎有偏见，而且他们也不傻。萧炎此刻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恐怕即便是他们都无比的棘手。此子定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会站在大纣之巅，成为传说中的无上神都有可能。也终于在众神灵的期待目光中，神圣火焰与神血的搏斗达到了顶点。轰！明月身体内的神圣火焰爆发而出，而神血的气息竟是彻底的消失，神血被成功封印。随着神血的封印，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安静了下来，神圣火焰也逐渐平息，而这股恐怖的神圣火焰气息慢慢消散在了这方丰都之城上。萧炎的眉心处的火焰印记同样在这最后的时刻同步消散，刚刚那天地同频的力量从萧炎的体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脸上露出了疲惫而又释然的微笑，他站在那里如同一尊孤傲的雕像，他的周身是那片被神圣之拳摧毁过的战场，以及无数为之动容的目光。但这一刻，所有神冥界的神灵以及无数幽魂都知道，他们见证了一个奇迹。原本对觉醒神血5成的明月，那对神冥界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灾难。然而这样一个灾难却是已经彻底的被那位黑袍青年化解。萧炎的名字在丰都城传开，以及扩散到整个神冥界之中。就是这位萧炎逆转乾坤，打破这无尽的轮回。萧炎的脸色苍白，刚刚的这场战斗的消耗实在太大，但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精芒，看向了另一处空间上的众神灵。通天司神、风鬼仙神、神明三王、天幽战神、
地幽战帝等高层神灵都纷纷的带着胜利后的微笑看向萧炎。灵动和沐尘二人也松了一口气，为他们这位好兄弟竖起了大拇指。这一场神明界的灾难也就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众神灵都欢呼起来，这就是绝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以来，神明界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因为让神明界陷入危机的只有2次，一次是千万年前的天古浩劫，另一次就是此次觉醒神血5成的明月。而那位明月由于神血再度被封印，自己的意志也逐渐的恢复过来，只不过现在的意志处于虚弱的状态，在虚无之中缓缓地朝着下方的彼岸冥河坠下。萧炎在明月的身上已经感受不到神血的波动，立马催动自己那疲惫的身体朝着明月坠落的方向掠去。就在萧炎即将伸手接住明月的时候，萧炎的目光无意间看到下方那无尽彼岸冥河的深处，竟是有一道巨大的轮回漩涡。怎么可能？萧炎见到在彼岸冥河的深处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轮回漩涡，心中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明明神血已经被封印，在这彼岸冥河的深处还存在这么庞大的芦荟漩涡，难道是之前神血意志提前留下的？但应该不可能啊！一道神血的意志怎么会有如此想法？那如果真的，那么那道神血意志恐怕已经拥有了无尽的智慧。然而彼岸深处，一股浩荡至极的能量自轮回漩涡中爆发，冥河之水翻腾，河面中心裂开一道巨大的漩涡，仿若天地初开，混沌初分，形成一股恐怖的庞大轮回漩涡，如同通往轮回之路，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萧炎与明月距离那庞大漩涡非常近，在这一瞬间，那漩涡的吞噬之力强到极致，在他们坠落的瞬间被无尽的吞噬力量吞没，命运似乎在这一刻又陷入了不可知的混沌中。而在另一处空间的众神灵目睹这一幕，面色骤变，神色间流露出震惊以及担忧之色。不好，萧兄会有危险！灵动沐尘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想要去救萧炎，不过他们眼前的规则已经改变，形成了断层空间，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冲破过去。他们都目睹了萧炎与明月二人被轮回漩涡吞噬，也感受到了轮回漩涡之中所蕴含的强大轮回之力，如果不及时救下，恐怕真的会被强行轮回。然而此刻，通天司神高高在上的神明界之主眼见形势急转直下，双手迅速结印，催动了体内的造化神力。天地色变，断层空间如镜面般破碎，又在无形之力的牵引下缓缓融合。裂隙中的光芒如同晨曦出露，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带来了一线生机。萧炎与明月在那无尽的轮回漩涡中跌宕起伏，内心波澜无比，他们在其中根本失去了方向，体内的神力也正在被轮回之力吞噬，似是要将他们一同轮回了。轮回漩涡中，时间凝固，每一秒都充满了危机。很快，在造化神力的作用下，断层空间的裂隙渐渐愈合，而在那彻底愈合的那一刻，灵动和沐尘早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立马一个闪现出现在了彼岸冥河上空，然后对着那庞大的轮回漩涡发起他们的最强之力。一片神秘星空世界以及一颗龙目之珠，携带着毁灭的力量冲入那轮回漩涡之中。本以为会有一切能量之间的对拼，结果就连轰炸的声音都没有，一瞬间就被轮回之力分解吞噬。见到自己的最强攻势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灵动沐尘的表情都变得异常的扭曲，他们的双眼通红，爆发出全部的大道神力，然而一样被轮回之力给顿时分解消散。萧兄，他们二人对着庞大的轮回漩涡中大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这轮回漩涡里的时间久了，那么将会被强行轮回。首先被轮回的就是大道神力，再是道体以及神魂，最后就是道心。刚刚二人的攻击似乎激起轮回漩涡的愤怒，立马能量暴涨，在那片混沌的虚空中，轮回漩涡仿若古老神兽巨口，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可及之物。即使灵动沐尘离那道庞大的轮回漩涡非常之远，但还是受到了影响，被这突如其来的能量激增所牵连，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般如断线风筝般不断下坠。这力量如同无底的深渊，不断拉扯着两人的身躯，使他们无法抗拒地向下急速坠落。漆黑的轮回漩涡仿佛要将他们永远困锁在无尽的深渊之中。不好，必须改变那里的空间规则。突然间，一道通天之光划破黑暗，那是司神的显化。他面无表情，双手结印，周围的空气骤然震动，仿佛空间本身都在颤抖。紧接着，一股浩瀚的造化规则之法从天而降，与那吞噬一切的轮回漩涡相抗衡。造化规则之法在轮回漩涡中肆意舞动，化为一道古老的规则巨龙，咆哮一声，而那咆哮声中充满着要将这里的规则重塑。身后那些神秘莫测的风鬼仙神们也纷纷加入，各自施展出自身的造化之法。空气中弥漫着古老而强大的波动，仿佛有无数的造化与规则在交织、碰撞、改变。磅礴的造化力量汇聚成一股不可描述的力量，与司神的力量相互辉映，形成了一片片璀璨的光华，可造化改变原本规则的光芒。在这一股股造化规则的力量影响下，轮回漩涡中的空间规则似乎开始变得扭曲，原本固定不变的虚无空间被生生撕扯开。在这一刻，那里的空间规则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扭曲变形，时间变得模糊不清，一切都变得不同寻常。虽然那些天幽战神和地幽战帝们没有出手，但他们又一次次见识到了可以引动天地规则造化之法的力量。灵动和沐尘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规则力量的波动，他们的内心涌现出了一丝希望。尽管身处绝境，但在这些造化主神出手，仿佛一切都有了转机。他们的目光坚定，紧握双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规则改变。然而，他们都以为一切都顺利进行时，异变突生。在那片混沌的轮回漩涡深处，一股未知更强的力量悄然凝聚。突然，一道刺眼的无尽神光犹如天外来物，猛地划破了黑暗的混沌虚无，将司神以及风鬼仙神一起出手，将其周围构建的造化规则之法瞬间吞噬殆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空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灵动沐尘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仿佛一切生命在这股未知的力量面前都显得格外的渺小。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周围的无形规则力量如潮水般消退，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仿佛要从胸腔中迸突而出，紧张压迫的氛围笼罩他们的心中。上方的司神等众神灵同样感受到了这股未知力量的强烈冲击，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在这无尽神光的吞噬下，他们努力构建的造化规则之法如同薄纸一般被轻易撕碎，空间规则在瞬间恢复到了原样，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幻梦。风鬼仙神面面相觑，惊恐的神情在他们脸上凝固。他们试图阻止，却发现自己的力量在这无尽神光面前如同螳臂当车。他们的瞳孔紧缩至针尖大小，他们的心中几乎是同步地浮现出一个不祥的预感。不好！这一瞬间，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这一道突然起来的无尽神光下化为了泡影。无尽神光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将刚刚还被他们操控的空间规则无情的撕裂，恢复到了原有的模样。即便是神冥界之王的通天司神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无力回天。他们的表情中充满了震惊，深邃的瞳孔中反射着那耀眼至极的神光，心中却是暗涌着滔天巨浪。能够将我们造化神力都被击溃的力量，恐怕在彼岸冥河的最深处，应该有超脱造化的更强力量。司神的这一道声音打破了这片混沌的寂静，众神灵的眼中闪过极具的惊恐。超脱造化的更强力量，那不是无上的力量？不可能！在那个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无上的力量？难道是无上冥神所留的机缘？此时，通天司神思路还算清晰，他冷静地分析着此刻所发生的一切变故。如果真如司神大人所说，那么或许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无上的机缘。神明三王的目光注视着那轮回漩涡之中，应该错不了。刚刚我们强行改变那里的空间规则时，被这突然出现的无尽神光打断，仿佛就是要将他们必须带入彼岸冥河的深处中。这看似的变故，实则就是一直在等他们几人的出现，从而触发了这一次的灾难以及现在的局面。司神仿佛已经明白了这一次神冥界灾难的发生。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他们三人出现在神冥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司神大人，这下面何时有着这么一个无上机缘？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们可从来没有离开丰都城啊！说话的是一位风鬼仙神，他现在有些想不明白，这一道无上的机缘究竟是什么时候存在的呢？即便是他们这些拥有造化神力的主神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司神的面容变得肃然起来，他那深邃的目光投射那轮回漩涡中，似是洞察了那深处的一切规则的发生。片刻之后道：能够瞒过我们这些造化主神的感知，恐怕在整个神冥界之中，除了那位唯一的无上冥神，还有谁？果真是无上冥神！风鬼仙神以及神明三王等众多高层神灵纷纷惊叹不已。而且想必这次的神冥界发生这样的事情，恐怕都在无上冥神的计划之中。萧炎、灵动、沐尘这三位无上的传承者会出现在神冥界中，也都是无上冥神计划中的一环。司神继续诉说着无上冥神的伟大智慧，众神灵都纷纷认可司神所说。那么如此说来，萧炎、灵动、沐尘、明月，他们即便是轮回漩涡吞噬了，也不会因此可陨落。或许在这一方无边无际的彼岸冥河最深处，等待他们的正是一场由无上冥神为他们制造的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无上机缘。在那无尽的轮回漩涡之中，萧炎、灵动、沐尘、明月四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混沌未开的原始世界，四周的能量如同狂暴的风暴，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身体，似乎要将他们吞噬。每一次能量的冲击都像是有千军万马在他们体内奔腾，他们的大道神力不知为何在这其中正在不断的无形消耗，每一次躲避都变得艰难异常。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坚毅与不屈，紧咬牙关，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一次次地调动体内仅剩的大道神力，形成一层层防御，以图抵抗那恐怖的能量风暴。